欢迎观看老爸的时光。今天来做一道蒜香口味的咸面包，口味挺独特的，但是很好吃，也是最近看到一位国外的美食博主发的。很多的朋友之前也问怎样做咸面包，那老爷子就学习了一下，稍加改动，用做馒头花卷的手法来做的。这样想吃咸面包的朋友就能简简单单的在家里自己来做了。首先来和面，是在600克的高筋面粉里加入6克的酵母粉，简单的搅拌一下。简单搅拌均匀之后，再加入30克的白砂糖，260克的牛奶，打入2个鸡蛋，大约每个60克，然后把材料搅拌成絮状。一般做面包，牛奶、鸡蛋这种液体材料要用凉的，防止在揉面的时候还没有揉好，面团就已经发起来了，这样做出来的面包就不好了。那搅拌成絮状之后，再加入8克的盐，40克的黄油，80克的奶油奶酪，揉成一个面团。今天做的这道面包算比较简单的，也不需要揉出手模，就像做馒头一样，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就行了。加入黄油之后比较粘手，可以先把材料在面盆中揣均匀，揣成一个粗糙的面团之后，再从案板上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。如果家里有和面机的话，做起来会更方便，手揉的话也很快，像这样不到10分钟就能揉好。面团揉到不粘手了，比较光滑了，就放回到和面盆中进行第一次醒发，可以在面盆中刷点油，方便醒发好之后取出来。那趁着醒发的时间，在120克软化的黄油里加入80克的蒜蓉，黄油要用不含盐的，咱们刚开始和面的时候糖放的就比较少，再加上又放了8克的盐，面包本来就有点咸，所以黄油要用不含盐的，不然做出来的面包就太咸了。蒜蓉和黄油里面还可以加一点欧芹碎，是一种烘焙用的调味料，就是一种芹菜的叶子，咱们很少用，一般家里也没有，就可以放点小香葱代替，或者什么都不放，就黄油和大蒜也行。调拌均匀之后就放在一旁备用。那等面团醒发好之后来制作啊，面团是醒发到体积翻倍，也不需要揉面了，直接分成2个面剂子，可以做2个450克的吐司。面团也不需要再揉了，就用手拍一拍，排排气，然后撒点面粉防粘，擀成一张面皮。那面皮的大小得根据咱们模具的大小来定，后面往模具里放的时候，大家一看就明白了。擀成面皮之后，就抹上刚才准备的加入大蒜的黄油，也是分成2份做2个面包用的。那抹上黄油之后，再撒上一层马苏里拉芝士。今天做的这道面包吧，更多的是借助调味料来提升味道，所以揉面就相对简单一些也不需要像做纯吐司一样揉出很细的手模，整体就和咱们这边做花卷差不多。那撒上芝士之后，就把面皮切成12块小的面皮，每4张叠起来，这样比较好往模具里放。那用同样的方法把2个面团全部做好之后，准备2个450克的吐司模具，刷上一点油，因为加入了很多的芝士会粘模具，为了烤好之后更方便的取出来，底部最好垫上一张烘焙用的硅油纸。最后就把叠起来的胚子放进去，刚才是切了12块小面皮，放的稍微宽松一点正好可以放在模具里，所以咱们刚才擀面皮的时候，就根据自己准备模具的大小，切成12块面皮之后，正好能放进去就行。最后盖上盖子，就可以放入烤箱进行第2次醒发了。烤箱有加湿醒发功能的会更方便，没有的话就放一盘温水辅助一下。第2次是醒发到模具8分满就可以取出来了，这个时候烤箱就可以升温了。
趁着烤箱升温的时间，刷上一点蛋液，烤出来的面包上色会更好。那烤箱的温度设定是以80升的烤箱为例，把上火预热到180度，下火180度，放在烤箱的偏下层，就是保证模具在中间烤30分钟左右。较小的烤箱实际温度受热会更高，尤其是这种带盒子的，温度偏差就更大了。如果是50升左右的烤箱，可以先定到150到160度之间；如果是30升左右的烤箱，就先定到120度到130度之间来烤。刷了鸡蛋也不用盖盖子了，这样烤起来还方便观察。感觉中途上色严重了，就调低一点温度；感觉欠了，可以调高一点。整体30分钟左右，烤到像视频里这个成色，基本上就差不多了。芝士会有一点粘模具，可以稍微一放，趁热把四周处理一下。由于下面垫了硅油纸，稍微使劲的摔一摔，这样面包就出来了。面包基本上都是甜的，像这种咸面包是很少的。之前也分享过一道甜的蒜香口味的面包，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。想吃咸面包的朋友可以试试这个，吃起来很香的。唯一就是这道面包得当天做当天吃，放到第二天就不好吃了。好了，为了方便大家去记视频中所需要的材料，视频下方的备注栏或留言区有文字版的配料，有问题可以在留言区留言。大家如果喜欢老爸做的美食，记得帮忙关注点个赞，谢谢大家。那今天的这期美食到这里也就结束了，也祝大家生活愉快。